这个男人真的是丧心病狂，在德国汉堡红灯区接连谋杀了4名女子。他挑选猎物的地点是一家名为金手套的酒吧，被杀害的4名女性都是他在这里勾搭上的。杀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，因为每个女人都嫌弃他长得丑。杀人犯名叫红卡，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也没有工作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他，长相更是不能单纯的用丑陋来形容。畸形的猪胆鼻，满脸疥疮留下的疤痕，被酒泡肿了的眼睛，不纯正的混杂血统，汗水油腻的头发，略微驼背的身躯，以及浑身散发着酒后呕吐的胃液气息，让人见到后唯恐避之而不及。但比起外貌，他的内心更加畸形可怕。他常年在金手套酒吧里勾搭女人，但女人们都对他的长相厌恶无比。红卡得不到任何一个漂亮女人的欢心，转而调转了枪口，去追寻那些别人看不上的老女人。这些老女人往往都上了一定的年纪，红卡会将这些老女人骗回家，在和她们一夜欢愉后，将对方杀害并分解，扔进地橱。但在他的心中一直住着一个梦中情人，那个女孩青春洋溢，散发着无尽的魅力。红卡只是偶然间替她点过一次烟就沦陷了，两个人并没有任何的交集。那种美女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存在。自那之后，他便成为了红卡在面对其他女人时脑中的幻想对象。这天，他依然像往常一样走进金手套酒吧寻找目标。酒吧里人来人往，来这里的顾客基本上都是那些大屠杀幸存者、小姐、瘾君子和各种被社会遗弃的人。录音机里面放着一首二战老歌，这些人用酒精麻痹着自我，相互慰藉。就在这时，红卡替一个老女人点了一杯酒，老女人拿起酒杯对红卡表示了感谢。离开酒吧后，老女人接受了红卡的邀请，决定到他家里一起喝酒。老女人一进门就闻到一股诡异的味道，红卡担心自己藏匿的尸体被发现，于是将锅甩到了楼下的希腊人身上。毫无意外，在喝得晕晕乎乎之后，两人发生了关系。而看到这里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红卡虽然对女性持有欲望，但却是个无能，只能通过不可思议的方式解决。早上玩腻了的红卡警告老女人，在自己回来之前必须离开，而老女人却不听劝。早已经无家可归的她，非但没走，还似乎想跟她搭伙过日子，把整个阁楼都给收拾了一番。回来后的红卡看到老女人还留在自己家里，顿时怒不可遏，上去就是一拳，将老女人打倒在地。老女人的假牙都被红卡打碎，她狼狈地趴在地上捡拾着自己的假牙。等到红卡冷静下来后，老女人跟她谈起自己还有个女儿，红卡瞬间来了兴趣，急忙追问她女儿的长相。听着老女人的描述，红卡忍不住脑补起自己的梦中情人，她要求老女人签一个协议，同意将女儿献给她，以亲芳泽。让众人震惊的是，老女人居然也同意了。有了女儿这张牌后，老女人才顺利地留在了红卡家。红卡也无时无刻都在畅想着和他女儿的见面。此后，杀人犯红卡就和老女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。红卡也动过杀老女人的心思，但为了得到对方的女儿，红卡忍了下来。两人过上了一段夫唱妇随的生活，你做饭，我切菜，你衣服不好看，我就给你买。画风一度有种莫名其妙的温馨感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红卡却始终没能见到他那貌美如花的女儿。渐渐的，红卡变得不耐烦。一次在酒吧喝酒时，他逼着老女人让他女儿过来，然而女儿远在国外，压根儿就不跟他联系。听到老女人说出实情，红卡的情绪瞬间失控，将杯子攥碎，弄得满手是血。幸好就在他去洗手间处理伤口时，一个信仰上帝的老修女出现，开始对老女人宣扬教义。老女人被修女的陈词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修女表示可以为她提供一个温暖的住宿。就这样，老女人跟着修女离开了。回来之后的红卡发现老女人不见，顿时失望透顶。他跑出酒吧，大声吼叫，不满的情绪随着愤怒被一同点燃。此时，红卡决定彻底释放内心的恶魔。他又在酒吧里寻找着目标，而且还一次勾搭了3个。红卡像之前一样，用我家有酒的套路，把3个女人请到了自己家中。其中一人醉倒在了路上，没有跟红卡回去。进了红卡屋子的2人，瞬间闻到尸体腐烂的味道。红卡照例用楼下的希腊人掩盖了过去，未曾想这次事情的发展一点也不随人愿。就在他要求女人们给他表演时，2个女人起身反抗，其中一个女人在混乱中逃跑了。红卡知道她肯定是嫌弃自己的长相，强烈的自卑感让红卡的心理开始变得扭曲。关上房门后，红卡把怒火一股脑地发泄到剩下那个女人身上，拽着对方的头疯狂撞向桌子，将其杀死后，又一次实施了分解，熟练地扔进壁橱。壁橱里散发出浓烈的气味，让红卡呕吐不止，隔着屏幕都可以闻到恶臭。不过红卡并没有收手，反而更加的变本加厉。他要找寻更多的目标，将其骗到家里后残忍杀害。本以为红卡的虐杀行为会永无止境的杀下去，然而没过多久，意外就发生了。
这天，红卡走在路上，一不小心被汽车给撞了个半死。也许是濒死之际的感觉让他幡然悔悟，反省人生。他决定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一大早，他就跑遍了大街小巷，试图找一份正式的工作。辗转一番后，红卡成为了一名商场保安。穿上制服的他，也算有了点人样。某次巡逻时，红卡听到厕所里有动静，里面的清洁女工丹尼森吓了他一跳。确认过眼神后，红卡不仅没有心生歹意，还表现出特别的尊重和礼貌。回去后的红卡明显有点魂不守舍，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丹尼森的一颦一笑。红卡第一次有了恋爱的感觉。第二天，红卡准备送给丹尼森一份礼物，但迎接她的却是丹尼森的丈夫。丹尼森准备了一些酒水，喝得酩酊大醉的两个肆意扭动着身体。一旁的红卡有些不知所措，他没有想到丹尼森是个有妇之夫，实在看不下去的他选择了离开。没想到隔天一早，丹尼森忽然带着酒，一脸难过的来找红卡谈心，还要跟他喝2杯。面对主动送上门的女人，红卡没有理由拒绝，两人相对而坐。几杯酒下肚，丹尼森情绪上涌，开始哭诉自己的丈夫因为酗酒丢掉了工作，家里的房贷也一直都是他在还。红卡原本戒掉了酒，但因为想安慰对方，结果这一下就让他重新拾起酒杯，过回了终日无酒不欢的日子。次日，三人在更衣室喝酒时，趁着丹尼森的丈夫出门买酒，按耐不住的红卡突然兽性大发，想要强行发生关系。丹尼森恐慌极了，他挣脱了红卡的纠缠，逃了出去。那一刻，红卡明白一切都是自己的自作多情，两人友谊的小船彻底翻了。从此，红卡又回到了开头那种浑浑噩噩的状态，有事没事就泡在金手套酒吧。他跟老板吹嘘着自己新交到的女朋友，然而众人却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。看到角落里独自坐着的老女人后，红卡内心的恶魔有了苏醒的迹象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按照以往的套路，接连杀死了2个女人，壁橱里的尸体堆积成山，无数的蛆虫顺着缝隙掉到楼下聚餐的希腊人的家里。这天，照常在酒吧狩猎的红卡突然看到了一个美女，这正是他一直迷恋的梦中情人。只看了一眼，红卡就被对方的美貌所俘获。女孩本是一名女学生，她被她的老师教导一定要学习才有未来，可她依然我行我素，靠着青春无视一切。最后，他在年轻男学生的诱导下来到了这个金手套酒吧，却因此激起了红卡的欲望。女孩走出酒吧后，红卡一路尾随，跟到了自己公寓的附近。此时，在他的公寓外面挤满了无数警察和消防，原来是他家失火了。火被扑灭后，消防人员在红卡的家里发现了尸体。下一秒，红卡就被警察发现并抓获，这起连环杀人案才得以告破。女孩只是看了红卡一眼，便推着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警框。她虽然逃过了陷入疯狂的红卡的摧残，但她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曾离她如此之近。杀人魔尾随她走过了几条街，她逃过了红卡，但在那样的时代中，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，也许还有另一个红卡在等着她。影片名叫《金手套》，是根据德国70年代的真实凶杀案件改编而来。片中凶手分尸、抛尸、砍头、剪舌头、施虐，那叫一个一应俱全，可以说几乎完美还原了真实的场景，以至于首映时就因为画面太过恶心，导致上百名观众没有看完就愤然离场。现实中的红卡和电影里面并无二致，他出生在2战的集中营，在集中营里，红卡见识到了太多的残忍，这也是直接导致他后面杀人分尸的原因。红卡在1年的时间里杀害了4名女子，然而法院却只判处了他15年的监禁。出狱后的他改头换面，活到了90年代，最后得以善终。关注我，品味电影人生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